各位好，今天应该是 iCloud 加的最后一期啊，叫 HomeKit 安防视频。那么要聊这个内容呢，我们不得不先聊一下 HomeKit。如果想了解更多关于 HomeKit 的信息，建议你可以看一下我之前第3季的节目啊，因为第3季我们是讲iPhone 的内置 App， 那么其中一个内置 App。就是家庭 App， 这个就是跟 HomeKit 息息相关的。那么简单来说呢 ，HomeKit 就是一个符合 iPhone 的家庭 App 的一个智能家居的接入方案啊，你可以理解成Apple 的智能家居标准，可以简单这么理解啊。注意，只是简单的这么理解，因为现在呢，大部分的好一点的智能家居产品其实都兼容 Matter 协议了，那也就是说，各家互联了啊，就是不要每一家都有一个独立的标准啊。但是在国内呢，可能对于 Matter 的推广并不是那么积极啊，这个背后的原因我就不想分析了啊。也不是因为懒，是因为确实没有那个底气啊，不是太了解。但是我还是忍不住想说两句啊，我估计啊，猜测吧，不负责任，咱们瞎聊啊，是因为价格太低了，就是因为我其他的不知道，但是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我是知道同类产品的价格差异的。你比如说，我想买一个监控摄像头吧，那如果我没有任何的标准和协议上面的要求，我就是说顾着便宜，那基本上呢，这个最便宜这个梯队的摄像头，它都不太会兼容什么国际标准啊，那就是可能是你那个厂商自家的标准，或者是用一些开放协议的标准等等等等啊。但是但凡你会发现这个摄像头的外包装上写的有 HomeKit 的字样，或者说它支持 Matter 协议，那么这个摄像头往往它的价格应该是最高，或者起码来说是次高的梯队的。那我通过这个就能够判断，这应该是一个原因啊，这应该是那个原因之一了。那我们今天这期主要是聊 HomeKit 的安防视频。那你看到安防视频，基本上在家庭当中用到安防视频的，应该就是网络摄像机。那现在国内的一些家用网络摄像机已经竞争的非常激烈了，价格非常便宜，但是它支持 HomeKit， 应该还是没那么便宜啊，还是有一点贵的。那我不知道它贵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今天我们讲的这个原因，但是我想聊一下这个 HomeKit 的支持 HomeKit 的摄像机和不支持的，它的一个比较关键的差别在哪里？而这个差别呢，其实跟你摄像机的清晰度、夜视能力、多少像素网络的速度有线无线啊，是不是能够插一个手机 SIM 卡啊，通过4G、5G 上网跟这都没关系。而最主要的差别其实还是在 Apple 擅长的这个地方，也就是关于隐私的保护。那所有支持 HomeKit 的网络摄像机，就是很简单，你买的时候看包装或者是看产品说明，它上面写明了支持 Apple 的 HomeKit， 那就是可以的了啊，就是可以用 HomeKit 安防视频的。那你买了支持 HomeKit 的摄像机，一般来讲呢，就建议你如果可能的话，不要用这个摄像机厂商的这个 APP 去配对或者管理，而是直接用 Apple 的 iPhone 里面的家庭 App 去激活、去配对。那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在整个配对和摄像机传输的过程当中，你的配对信息也好，你的摄像机拍摄下来的视频画面也好，它都不会经过这个摄像机生产厂商的提供给你的服务器，而是直接通过 Apple 的 iCloud 服务器。而如果你是付费的 iCloud 加的会员，那么你就可以拥有 HomeKit 安防视频这个功能了。
那也就是说，你购买的支持 HomeKit 的网络摄像机，你不需要在这个机器里面再去插一张什么 microSD 卡啊，只要给它电，只要配对好、激活好，给它网络，那么它就可以把它拍摄到的视频用端对端加密的安全方式存储在你的 iCloud 存储空间当中。那这个对于隐私性的保护是非常强的，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方面的戒心啊？可能目前在自己家里安装监控摄像头的还仍然是少数啊。但是如果各位有安装的，那我不知道你们在装的时候，或者你们没装是为什么不装啊？应该是有人，不管你装和没装，应该都会有人去担心隐私的问题。比如说我买了某某家的网络摄像机，那当我用他们家的摄像头、用他们家的软件、用他们家的服务器去配置跟激活的时候，我拍摄到的画面都是我们自己家里的画面，是比较隐私的画面。那我上传到这家公司的服务器，会不会有一些隐私方面的顾虑？那么如果有这方面的顾虑的话，我们又想用怎么办呢？那最好的方式其实就是找一家你可以信任的公司，对于隐私比较重视的公司，和他不光嘴上说，他能够推出一些实实在在的技术去保护你的隐私。那我们讲了这么多 iCloud Apple 的产品iCloud 加的这些功能，那么我相信iCloud 的高级数据保护，即便你不花钱也是可以拥有的。那么，这个 iCloud 的这个 HomeKit 的安防视频，这个是天生就包含在端对端加密的过程当中的。所以，如果你考虑给家里装一个监控，然后又有一些隐私方面的顾虑，其实你不妨可以多花点钱，可能是普通摄像机2倍的价格，或者2倍多的价格，甚至3倍的价格去买一个支持 HomeKit 格式的网络监控设备，然后你就可以多一个选择，你可以不用这个摄像机生产厂商的 App 去激活，你直接用 iPhone 内置的家庭 App 去激活，然后通过 iCloud 安防视频端对端加密的方式，安全的存储在你的 iCloud 当中。那我想这个是目前我们普通用户能够找到的最安全的一种吧，我个人认为最安全的一种既兼顾到自己家的隐私，然后又可以方便的让我去使用一些家庭监控的这个需求的一种两全的方式。好，那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观看跟关注，我们下期再见。